汤彪给我们描述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记录。呃，习近平的这个政权的控制，异议分子控制社会的方法是非常非常之丰富，很广，很多的方法。从这个比较可以说比较轻的，比方说被掳游是比较轻，一直到这个无期徒刑和最怎么说最坏的这个torture 这个我酷刑。我非常钦佩汤彪的客观性，因为他自己也受到这个可以说 control regime，right， 这个控制政权的一些待遇。包括在华泽和徐有余的这个他最后的那个图片的提出的超越警察那本书里面，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名字叫做《In the Shadow of a Rising China》。这个名字提的不太好，我认为。但是这本书里面有，不是我忘了多少人，15位左右的人受到这个警察的，比方说非法的这个失踪的待遇，或者酷刑的待遇，包括汤彪自己，和汤彪的很多朋友，和汤彪的很多那个 clients，对，你所代表的人，作为律师代表过的人的经验。呃而且他今天的这个报告报道了很多很多的多种多样的有各个目标的这个共产党这个政权的控制做法。有的法外，有的不一定是法外，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法律本身是一个在中国是一个好像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界限的一个概念，所以有的是我们外面可能会认为跟法律不可能把它法律化的一些措施，但是在中国国内它并不一定是非法，或者它原来是非法被法律化的一些措施。另外中国有那么多的可以说的这个政府的这个 what do you say 实施agents, government agents， 就是说能够代表政府的权利去实施政府的要求的一些，从警察一直到这个城管，但是里面地方政府也有很多权利，地方的这个国保有权利，很多很多的 agencies， 很多的政府部门和跟政府有关系的，不一定是政府部门的一些人也有实施这个政府的权利的权利。有很多措施被取消、被废去，但是后来改新回来。你比方说这个收容审查、收容遣送的这个东西因为汤彪和他的朋友们的工作被取消，但是后来这个地方警察找到别的办法，就是说做一样的，就是得到一样的目标，就是控制那个这个就是来了城市，但是不应该住在城市的人员，来控制他们，把他们送回去这个黑black jails 黑监狱，就是非法，但是这个是法律单位做的，就是说地方的警察、地方政府派人到城市把
这个上访的人员把他们抓，把他们带回原来的地方去。所以法内法外的这个区别不太那个清楚，在中国。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政权跟别的威权政权或者集权政权比较起来，它的那个特征，它的特殊性质在哪里？我们可以说 force， 这用英文和中文用一个分析这个问题不太容易。英文的话，我们可以说 force 是所有的政治制度的一个内容，一个方面。有名的那个德国的社会学者 Max Weber，right， 说国家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垄断合法的力量的所有的政权、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政府会利用权力，他们可能利用的比较少，但是还是一个在背后的一个可能会利用它的一个威胁。之所以，比方说我自己没有受到政府的力量和 What did you say it is 强力？我自己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强力，但是我很清楚，我如果犯罪的话，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所以在这个，而且我们如果看美国的政府的强力的利用的话，在实施这个强力的这个强力的权利的话，政府的官员经常会怎么说？会 abuse 这个权利，会滥用，会滥用这个权利。比方说，美国的监狱里面的这情况是非常非常之坏，警察对于年轻的男性的黑人的行为也是非常坏，而且他们受到处分比例极小。那么，所以美国也不是完善完美，但我们我们如果谈到一些集权政权，像纳粹或者像斯大林的，或者像那个柬埔寨的那个 Khmer Rouge 之类的，他们或者毛泽东，他们都是可以说都是特别特别这个坏的政权，他们所以这个有名的 Hannah Arendt 在他的一本书叫做《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集权政权的来源。他主要是分析纳粹和斯大林的政权的话，他强调就是说，这个政权是用恐怖来用恐怖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打碎他们自己认为是反对他们的政权的社会阶级、社会团体，另外一个是达到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政权内的反对他们领导的一些人和派系和集团。那么毛也是利用恐怖，毛利用恐怖是主要是好像是，而且我们也可以说，可能是柬埔寨也是这样，利用恐怖来创造一个所谓的 new man，right？ 新人，就是说改变的 human nature， 改变人的基本性质。
这个是可能跟纳粹和斯大林的政权是不一样的一个目标，他的方法也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毛是利用群众，利用动员群众来威胁和伤害，他认为是跟他有矛盾的，或者是政权外社会里面，或者是政权内的势力，用群众。那么纳粹和斯大林不是用群众，主要是用呃专门的一些机关，那个 Gestapo，纳粹德国的这个警察叫做 Gestapo，或者利用在 Stalin 的时候利用这个 Lavrenti Beria 下面的 KGB 这个很大的一个警察的警察的机关。那么习的话，习近平的政权的话，他虽然他的伤害人的这个方法和机关那么广泛那么多，我自己认为他跟纳粹和斯大林和毛比较起来，他是第一，他更现代化，当然他掌握的技术，比他们还现代化，他掌握那么多的那个 digital 数字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非常可怕的方法去观察，人，包括他周围的别的领导观察，他们也观察群众。那么第二，他不想要动员群众，好像是其实怕群众，不敢把他们动员起来，像毛这样。他利用，他主要是利用，他主要是针对，不是针对，他主要是针对或者是藏族，或者是维吾尔族，或者是异议人士，或者是维权律师，或者是法轮功的一些，可以说一些范围是比较特殊的一些敌人来控制他们，而不是想要改变人性。这个戏是承认人性是人性，他不想。当然，他在党内提高要求，说所有的党员要跟中央维持一致。这个但是这个不被看为改变人性。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因为我对这个不知道怎么回答。一个是说，汤表所报道的一切，多少是习近平自己或者共产党中央自己的政策，多少是地方官员各种各样的，因为有很多种的地方官员，因为怕如果不够应手的话，他可能会得罪中央的他们自己去实施的方法。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搞不清楚这个东西多么怪细，多么怪，你可以说怪细的官僚体制的呃行为。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国保这个机关是一个什么机关？它向谁报道？它这个国保这个机关是哪一个部门的一个部分？它是国安，它是这个呃呃他向谁报道？就是说他的组织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国保它的这个机制，实际上是不是比较清楚的？它是公安部下边的一个部门，原来叫政治保卫。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大队啊等等，后来呢叫简称政保，后来就叫国内安全保卫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或者叫支队等等。那么它是简称国保，那么就是属于公安系统，这是就是国内的
就是对内的秘密警察，可以大致这么理解。那么比如说在每一级都是这样，从公安部到省的公安厅，然后到市一级、县一级的公安局等等，它都有一个内部有一个机构，有的叫大队，有的叫局，有的叫支队等等，叫国保。那么这是国保要对他们负责。当然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政法委，这个国保就是安全部门和就是应该说公安部门要向这个政法委来负责。那么刚才也提到国安，就中国的秘密警察它比较复杂，它不像比如说苏联的克格勃呀，这个东德的斯塔西呀等等那么有名，比如说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啊那么有名。但是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我想就是它的这个机构它不是一个机构，它是把这个秘密警察的职能分成好几个机构，包括610，包括军队的这个执行秘密警察任务的那些部门。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国安跟国保，而国安呢，它是国家安全部，然后下边省一级跟这个公安部是平级的，然后呢，省一级有国家安全厅，然后市一级、县一级有国家安全局等等。那么这是就是对应的。那么国安，那么可以大致把它理解成是对外的秘密警察，或者是涉外的秘密警察。它不是说它当然有这个派到外国实施这个间谍任务的人，但是在国内，那么他的任务是对那些有这个所谓跟这个西方敌对势力、境外敌对势力有关联的那些人，对他们进行监控、进行侦查等等，包括进行处决等等。这是国安和国保，那么这是最重要的两个秘密警察部门。那么我本人在中国的时候，也就是经常被这些比如说北京市的昌平区的公安局下边有国保部门，然后呢，北京市的公安局下边有一个部门叫文保处，它有国保处，有文保处，而这个文保处它的性质和国保是一样的，只不过它负责的范围是文化教育出版系统的人员。那我在大学教书，所以呢就变成了由文保处来管。所以有的时候会听到文保，实际上他们就是文化教育系统的国保。这是这样。那么这些国保他们就是有的时候把我软禁在家呀，有的时候把我绑架呀、抓起来呀，包括酷刑啊等等。那当然，我在中国被绑架过3次，其中2次是国保，那么1次是国安。那么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国保和国安他们也会抢业务，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管辖也没有那么截然的分开。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刚才李安友教授提到，在我提到的所有这些国家暴力、法外暴力当中，有多大程度上是公安的，是中央的，多大程度上是地方官员或者地方的那些流氓势力啊等等。那我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中央的，有一些是有法，比如说无论是收容遣送啊，还是劳教啊，还是双规啊等等，它都是有所谓的有法律依据的。那么由这个中央一级，或者是有的时候是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有的时候是国务院，有的时候是部委，他们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法规依据的。那么这些东西像城管呐、等等，这个防疫人员呐、像这些这个法治教育中心呐、针对法轮功的这些法治教育中心，包括针对访民的这些黑监狱等等，强制的精神病收容，所有这些全是整个体制的，是这个这样一个党国体制，它以它的这个官僚系统来推行的。那么中央不但清楚，而且它有这个明文的规定，有文件。但那个酷刑在美国是非法，在中国也是非法，对不对？对，这个就是区别。我想，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法律都会明确的这个禁止酷刑，但是呢，在中国呢，它就是我刚
才讲到，它是一个体制性的酷刑，就是说它法律上是禁止的，但实际上呢，它是有这个有很多体制性的原因。那么，酷刑实施者很少受到处罚，那么即使受到处罚，也是个别的就是象征性的非常轻的处罚。嗯，那像一些这个刚才我也提到了一句，就是在王慧玲的那个研究关于这个外包镇压、关于这个雇佣流氓的这个研究里边，他也谈到了这一点，就说中央为了他的这个形象，为了他这个就是象征性的合法性或者话语上的合法性，比如说中国宪法里边关于人权啊等等那些都是和这个 universal value 和这个普世价值都是一致的。那么他有这个合法性的这种需求，但是呢，中央他同时也有比如说发展经济啊、社会稳定啊，当然有这样的需求。那么他要对地方下命令，那么地方为了完成一些经济指标，为了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啊，无论是维稳还是发展经济，他都要用暴力。比如说酷刑，比如说流氓。那么王慧玲的那个研究，他很多是研究这个拆迁过程当中的暴力。那么这个就是地方，他会虽然中央它这个明文的法律上它不允许酷刑，或者是不允许使用那种这个流氓啊那种暴力，当然刑法上会禁止打人、抓人对没有程序这个没有权利的这个机构这个人员乱抓人乱打人，这是法律禁止的，但是地方必须要用。因为这个他有这个完成任务的这样的压力，那么归根到底还是要归结为中央。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说那个 Safeguard Defenders 你提出的一个网站，他们有一个报道说这个政治株连的方法也用在国外，用在国际，包括在美国，来强迫一些他们中国要拉回来国家的一些人，让他们回来，把他们的家人。国内的家人失去压力。对对，这个我们希望以后会有一节课，至少有半节会讨论到中国在国际上对人权的侵犯。那么比较知名的就是对桂民海的绑架。那么他是一个就简单提一句，他在泰国，而且他有瑞典的护照，是一个瑞典公民，结果被这个安全部门国家的秘密警察绑架回中国。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Safeguard Defenders，它的最近的报告是关于中国在海外的警察站，有的叫警桥服务站等等。那么这个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中共在海外开的警察站。这个报告出来之后，也引起了人权组织，引起很多西方国家的注意。那么有一些警察在海外设置的警察站被清除。对，这是一个。还有，我们看一下大家提的问题。第一个是城管的附属单位，这个它是经历了一些变化。最早期呢，它不是一个正式的编制，没有公务员的身份，就是一些事业编制，然后呢有大量的非编制人员，所以它本身它不是公务员，但是然后呢它又有一些是那个事业编制，也有大量的临时工。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正在研究的就是他不这种没有任何公务员身份、没有任何公权力、没有任何这个合法职务的这些人，他们在控制社会、管理社会、来实施暴力当中的角色。那么城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协警，就是中国它除了有警察之外，还有协警带上一个这个红袖标，然后就来协助警察来执行任务。那么这些协警的这个暴力，他们的这个滥用权力也是非常惊人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人在关押期间被打死了，或者在街头上一些暴力，有一些警察的暴力，那么当局为了推卸责任，就说是临时工干的。那么就是这个所谓的协警，他们没有任何的国家编制，他们不是警察，也没有公权力，不应该有公权力，但是事实上他们却执行
这种公权力，而且大量的滥用公权力。那么城管后来又有一些，比如说有新的叫行政处罚法，那么让他这个叫集中行政执法权等等。那么后来有一些规定，而且当局也试图在清除这个城管里边的所谓的临时工，但实际上是不可能清除掉的。所以大量的这个城管，他们还是所谓的这个临时工、非编制人员。